又是食品小宅，你们看多么的迷你啊，多么的可爱啊！怎么可以只有一个人来验屋呢？你怎么来啦？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你怎么知道这边有什么秘密呢？这边不就食品小宅，有什么秘密？这里。我要进去。我们从玄关开始吧。那我想要问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是谁？就接收器啊。那他是谁？那个是洒水头啊。没有，也是接收器啊。我刚刚真的有被唬住哎。戏弄总监，你们知道这次的设计最特别的什么吗？公司领域彻底分开，当客人来玩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待在外面那个公共领域里面，他完全可以不用来这个私人领域。如果小朋友有点怕生的状况，他们就可以自己在这个很安全的空间里面玩。我觉得我听到一个声音，你来了！他把你刚想要从那边出来，对，刚好因为刚总监呢想要从另外一个地方来，所以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了因应这种需求，我们现在目前设定上面呢，就是他们俩会一起睡在这间比较大的房间里面，那一间呢就是会拿来放玩具。但是我跟你们说，我现在有2大火点，2大火点，火眼金睛啊。没错，你应该知道第一个是什么吧？我开业7年，第一次发现说，哇，我用同一个型号的木皮，然后它会给我不同颜色，因为预算的考量，所以我们现在会怎么样？用系统柜啊，用组装板吧。可是呢，我们这次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了同一个型号，可是2块木皮不同的批次，它可能颜色也会因为当时的气候会有不一样的状态，所以就导致呢，我们2块木皮的颜色差的非常多。虽然这都是一些油漆的小问题，是很容易修补的，可是这足以见到他们监工是多么不用心。对，就是在约我来验屋前还不把这些东西修补好。下次就邀请函上面要注明清楚。没错。润年设计 Living to Sing 是一个跟宠物友善、跟室内设计知识有相关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就开启订阅，然后把小铃铛点起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重要的资讯喽。嗨，大家好，我是蕾雅。你们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又来到什么地方吧？又是食品小宅，你们看多么的迷你啊，多么的可爱啊！连这个小小的中岛都如此的小。今天就由我和总监来带大家一起做这个验屋的活动。高楠因为在那边做很多错事，怎么可以只有一个人来验屋呢？你怎么来啦？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你怎么知道这边有什么秘密呢？这边不就食品小宅，有什么秘密？这里。我要进去。我们从玄关开始吧。为什么要从玄关啦？我要先进去那个里面啦。玄关啦，玄关。藏了什么在里面啊？来，你不要拉我好不好？跨过饭团。你看，这边你们设计的这些这种就是胡桃木啊，然后不锈钢感觉我觉得真的棒。大家这个是你知道冲孔板，这个超美的。这个呢是我在这里很爱的一个设计。这个呢就单纯做一个门片，然后就是遮挡像你们刚看到的这些一些箱子类的东西啊，比较不想被看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移到这一侧。因为那个业主他们是有朋友的，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他们的推车啊，或者是一些行李箱的东西，他就会往这个地方放。那因为是常常会需要拖出来的，所以他就会觉得不用很牙给，还在做门片。然后呢，这上面呢就是挂衣的部分。可是我觉得最棒就是这个冲孔板，还可以挂东西。没错，当你有一些什么外出你想要的小东西啊，你就可以好像你看没有地方可以放，好像很尴尬，要不然放在这里又好像你知道很奇怪，你就可以把它挂在这个门上面，它就可以这样子。然后像我这种矮不隆咚的人，我们就可以把东西挂得很低，挂在这里，这么低。那如果呢是总监他的玩具的话，他就可以挂这么低，他就可以自己拿自己的东西出去，对不对？你的，他就偷吃。然后如果高楠。他昨天才在公司里面偷吃的挂高一点，然后用的挂低一点，可以挂到这么高的地方。好，这个冲孔板，总之我是还蛮满意的。但是这上面是什么意思？你要约我来验屋吗？他这上面这么多撞伤是比较凶。我跟你们说，他很过分，就他约我今天来验屋啊，可是他连灯具都没有装上去。你们看这里，给我修。每次在那边挑东挑西，他那个师傅小撞到一下又没怎样。哇，你还不检讨自己啊？你在这边。我看你是欠揍，是不是皮带痒了？算了，没关系，我们就继续检查这边。我还有很多小撞到要跟大家抱怨的。这边你要不要自己先，就变成这样就没有啦？没有。不要瞎掰好吗？那个高楠觉得他这里完美无缺，但是魏群的这里有一块跟我原本设计的地方差很多。即便如果这边原本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上面怎么回事？我好像看到很多的孔到时候会有就是五金上去，所以那些孔会被遮住。没错，因为这边原本要有一道拉门，那拉门的话，我们就是里面这里我们还是会把它上漆，可是因为它有留一些那个钉孔，就是要让到时候拉门可以往上锁，这样子就不用被补土的厚度给吃掉。对，所以呢，这里呢就是跟我们之前食品小宅一样，发生了玻璃之乱。玻璃之乱又乱了。对，玻璃真的就是一个很难掌握，因为玻璃都是在最后面，工程要掌握进度的话，就是要把玻璃的时间都抓稳。但是我必须得说，每一次啊，我到他的工地里面的时候，我都会对特殊漆料这件事情很惊艳，因为特殊漆料啊是真的非常容易被撞到。但是每次来高楠的工地里面，他特殊漆料都看起来超完整的。好啦，这里我觉得还蛮 OK 的，这个部分我真的是给你那个棒棒。可以从他镜头那边看过来，对，然后眼睛上一整片，设计的很棒。那我想要问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是谁？就接收器啊。那他是谁？那个是洒水头啊。没有，也是接收器啊。我刚真的有被唬住了。戏弄总监。那为什么有2个？没有啊，因为这边有一台是往里面吹的，接收器都不能拉太远。对，所以都设置在这边。那但是美观上面的话，我们有一点抉择。对，他有跟屋主讨论过，就让风点有点区别的感觉。
这个空间，突然觉得还没有检查一个重要的地方，就这里，你们知道吗？因为以前在那个中泰的时候发生过油漆之乱，大型进步它直接贴木皮了。万一这么大里面还油漆之乱，是不是很尴尬？你们记得以前吗？以前这里面就是直接是那个木工做好，然后完全没上漆也没贴皮的这个状态。不过呢，它这个现在里面有贴皮，还蛮漂亮。这个开起来很漂亮。哇，这个很不错这个做得很好好啦，可以啦，给过。下一个空间 ，Go。哇，这边真的是没有门把。没错，而且这里这个中岛做的这个小而巧，我觉得 OK，因为我们现在在燕屋嘛，可是之后它还会有它的那个餐桌要进来，所以它可以在餐桌这边就有一个插座可以工作，或者是可以在这边吃火锅。然后呢，我觉得这个高度我觉得是有点高，但是对高男来说的话是完全很好做菜的一个。怎么样？这里你觉得有什么缺点？你要先跟我说吗？不会啊，我觉得你们那些门没有门把，很漂亮啊。对啊，这个都很细致。这个不错因为它这个柜子是比较深的那种柜子，我觉得这很好因为我后来真的觉得这种超过40公分以上的柜子，不做抽拉篮的话，你那个里面根本就是够不到。它这是我一个臂展但是好，这木皮怎么刮到了？为什么？修。这里，对啊，蛮溜的啊。那为什么这里有把？不错。怎样？来到了秘密一。这个很特殊。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嘛，这边是有一个餐桌，它这里其实是有点像是一个小小的 lunch bar 的感觉，所以这边呢就是会放一些它的酒啊，或者是咖啡机会在这里，所以呢就平常它可以在这边就是弄一些它的饮料啊，其实这边就是一个 mini bar 啦，应该这样说。重点是为什么这个门片比较特殊嘛？一般来说的话，就算是 mini bar，你也可以直接做一个像这样开门片，可是因为它这里是有桌子的，所以如果它这个 mini bar 是常开要使用的话，它这个门片会卡到，所以呢我们这是做了一个特殊五金，让它是可以这样子塞进去墙面里面，这个我觉得做得很漂亮。它这里的工作区域就是算不会很大，可是机能还满满的。这边我都觉得蛮完美的那你自己觉得这边在过程中有什么缺点？大概是这边吧，那时候还没有确定这边是要门把一排手，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可能都会从下面觉得那如果从下面的话会怎么感觉？可是真的是太低了，就让那整片都不要有门把的话，我们就用拍手的方式。应该是说，因为我在做设计的时候，你知道这一面其实是面对，就是坐在沙发你会看到这一面，所以呢这边其实做柜子很奇怪，因为一般人的中岛的这一侧是要建一个完全完整的完成面，像平面，所以它这上面见缝就会是自然缝而已。如果要做一个把手的话，就会很明显变成门片。那我们不想让它看起来就是好像就是一个柜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有要求说，那我这个要顶到天，可是顶到天的话，从下面开会变得很难开。我自己是觉得可以，因为我很矮，所以我觉得这柜子对我来说 OK。可是后来仔细想到一般业主的身高之后，就觉得说还是做个拍拍手。像他现在这个做拍拍手就做得超好，因为他这个超级爆炸好按的。对 ，OK， 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想这样按。那我们去那个神秘的地方吧。好，欢迎大家来到异世界，加10瓶要变20瓶喽，要变20瓶喽。是来到一个异世界，你们知道这次的设计最特别是什么吗？公司领域彻底分开，因为我就说到了，我们业主就是他有2个小朋友，然后再加上他们2夫妻平常工作是很忙的，他们平常可能会比较没有时间整理他的空间，但是呢，他们又是很常会需要邀朋友回来家里面的人，所以呢，我们这次的设计就是做，当客人来玩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待在外面那个公共领域里面，那他完全可以不用来这个私人领域。如果小朋友是有点怕生的状况，他们就可以自己在这个很安全的空间里面玩。公司领域彻底的分开，那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给人家怎么样的感觉？这里呢是不是很像家，很温馨的感觉？我们这次也是用一个色系来区别出 private area 跟 public area。就是他们的公共领域呢，比较像是酒吧啊，或者是像是比较沉稳的感觉，就让你在那里面可以静心的工作，然后静心的煮饭，就是一个比较疗愈的氛围。可是进到了这个空间之后呢，你们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一个很纯木色北欧风这种感觉，就是可以让亲子的活动的时候，整体是比较温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验屋喽 ，Go！这就是一个新的空间了，这里就像是一个小玄关，在离开这个私领域之前，可以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例如说像首饰啊、手表啊，什么都放在这个抽屉里面，可以在这边做一个 final 的整理。因为我刚刚讲到嘛，外面那个空间是公领域，所以会有很多客人他们来，可能没有办法把一些贵重的东西放在那个地方。这里我们特地没有做轻波，我们做了一个灰波，因为呢就让它稍微可以照镜子看到自己。但是呢，就是像这个提醒大家，如果你家里要做像这样子的强化的玻璃门片，那因为一般的话，它这个下面这会是一个磁吸式的，所以它开关的时候声音会有点大。开关这个门片就是要轻拿轻放，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家要做玻璃门片的话，尺寸不要做得过大，就差不多这样子，我觉得是紧绷的极限了。好，那这里还不错，我们就往下一个地方 go。哇！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小孩房，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业主是怎样，有几个小朋友啊？
一大一小，一大一小，大的几岁啊2到3岁。那小的那另外一只只就很小，对，小没错 baby。，就是小 baby 而已。现在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像他刚刚有讲到嘛，一个小孩可能3岁，然后一个小孩只是 baby 而已，所以呢，你会没有办法预测小朋友长大是什么个性，或者是他会有什么需求。所以呢通常我们小孩房这个空间呢，就会空下来以软装来搭配。那可是呢，因为呢，他们两个都是女生，有时候呢，你知道有的姐妹感情很好，因为像我身边就有一对姐妹感情很好，然后其实她的父母呢是，我觉得我听到一个声音，你来了，他本来你刚想要从那边刚从那边出来，对，刚好因为刚总监呢想要从另外一个地方来，所以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刚刚讲到那个故事，有一对姐妹，然后本来她父母呢就像这样子准备2个房间，一个房间给姐姐，一个房间给妹妹。可是殊不知呢，他们感情实在是太好了，他们2个呢都一直挤在一个房间睡觉，结果另外一个房间被拿来放杂物。为了因应这种需求，我们现在目前设定上面呢，就是他们俩会一起睡在这间比较大的房间里面，那一间呢就是会拿来放玩具。随着他们年纪长大，他们2个觉得他们会需要个人的私人空间的时候呢，就会一个睡这间，一个睡这间。那可是如果呢他们将来感情很好的话呢，他们2个可能就可以一起睡这间，然后那间一起变成书房，可以很有效的分隔2间房间。这边我们做了一道白板墙，是玻璃的，就是等于说他们可以在上面画画啊，或者是你知道交流一些东西，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棒啊？你们外面的人也给我鼓掌哦。对，好，这里太完美了，我给阿行鼓鼓掌。我们要去下个空间了 ，Go！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这个，你有没有什么要先跟我说的？没有。你觉得这里很完美是不是啊？对。那这个窗帘是怎样？有一个便利贴，很便利。这里有一个好漂亮哦，要装饰的线是不是？对啊，那个线灯啊，没有那是那个铝框，会把它调一下因为就是我们这里是老屋翻新啦，所以就是就打脸自己，说好不做老屋翻新的，但这里其实是老屋翻新，所以呢，它的铝框这个我们是没有换的，可能在施工的过程中，它这个那已经很老旧了。对，这是什么？胶条是给铝窗的轨道用的。对，这个胶条掉下来了，所以这个要再修。然后这里窗帘是怎么拉？这样子吗？这个我之前有用过，不过是电动式的。那平常如果你是想要它外面只是纱的状态，就可以这样转。那如果你想要是完全就是等于说半遮光的状态，不想要外面的人看到你，你也不想要里面的人看到外面的人，那你就可以这样子把它整个用起来。还有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很特别的部分就是呢，就这里也会是一个小朋友玩乐的地方。然后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有设置一个，它可以储放他的玩具啊，出门之前的一些衣服啊。因为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说过嘛，自从疫情之后，大家都会比较不希望把脏衣带进室内空间。那当然我们在玄关那边其实已经有一个就可以放大衣的污衣区，因为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他会习惯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可能换上睡衣啊或者什么，他外衣他就是不会让他进去卧房里面，那你就可以不用占掉你衣柜里面的空间。那这里就是也是可以充分运用跟有效利用的空间。可是看到这个柜子了之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就是在这个工地遇到的木皮之乱。因为预算的考量，所以我们现在会怎么样？用系统柜啊，用组装板吧。我们会用系统柜取代一般的木作柜位。可是因为一般的门片的话，我们还是会希望保持它的美观，所以我们还是会做木作。那可能就会变成说，统身我们会做系统柜，那个外面的门片我们会做木工。通常呢，如果可以的状况下，我们也会选用同一块木皮，就一样的型号，那分别就给系统柜厂商，然后跟木工去做嘛。可是呢，我们这次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了同一个型号，可是2块木皮它可能是从不同的树木砍下来，因为你们知道橡木是自然的嘛，不同的批次它可能颜色也会因为当时的气候会有不一样的状态，所以就导致呢我们2块木皮的颜色差的非常多，完全几乎不是同一块木皮的概念，但是同一个型号，但其实它是同一个型号。我开业7年第一次发现说，哇，我用同一个型号的木皮，然后它会给我不同颜色，因为它不同批。对，因为它不同批，所以呢就提醒大家，如果你有想要节省你的预算，然后用一半系统柜一半木皮的话，那你们在订的时候也要记得跟木工师傅确认你的批号是什么，告诉你的系统柜厂商，不然就有可能得到统身跟门片不一样的颜色哦，对吧？现在看不到了，现在这个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没错。好，那 Go，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吧，走。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什么地方？睡觉的地方，主卧室。没错，主卧室呢，这一次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跟大家说，就是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可爱的床板，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就是大家猜这是什么做的？系统柜。对，没错。一般我们在做这个床头柜板的时候，都会是木工做的嘛。可是呢，因为有预算上面的考量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以系统板材来做。可是我要提醒大家，系统板材就是会这样哦，因为系统板材是一块的尺寸是有一个尺寸限度，通常就是4尺乘8尺。那当然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板材，像是 egg 板，它可以做到7乘9尺。可是通常它尺寸就是这样一片完整的，所以呢，这整个就不会像木工那样子是无缝的拼接，它一定会有这样子的缝隙。可是其实我们做过几场之后，觉得系统柜做起来效果也是还蛮好的。然后跟这次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做了一个更新，大家有看到这里吗？我们有时候会做像这样子比较厚的，然后会让你要放东西在这个台面里面嘛。可是我跟你说，当你家里有猫的时候，你就等着每天在这边等死。因为呢，那猫就会把你床头都会剥下来在你脸上，我已经受害了。所以现在我们新做的这样设计，就它会高一点点，那你东西就可以放在凹槽里面，或者你手机插电，你也可以直接放在这个里面。来，上手机。
对，就你看手机其实平常放在什么床头柜这边啊，我还得给它弄一个什么床头架，不然它可能就摊在这里。然后因为那个业主他们有窗前阅读的习惯，所以他的书就可以像这样子放在这边。但是我跟你们说，我现在有2大火点，2大火点，火眼金睛啊。没错。你应该知道第一个是什么吧？我知道啊。谁？我知道啊。谁？就地板。地板是第2个，地板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说。我先讲这个好了。大家有发现吧？现在没有窗帘，为什么呢？因为窗帘在这里。这一次的窗帘不是我们做的，这个是业主他自己定的。那他跟厂商定的时候，其实我们有陪他丈量，也有告诉他说这个总尺寸，因为就等于说是当着业主的面，然后陪他一起丈量，告诉他尺寸是什么。可是呢，这个厂商就很可爱，他就是活生生的给他多做了，不知道是4 mm 还是什么，真的就是放不上去。通常我们设计师在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些手指要伸进去的空间可能先思考好。可是如果是业主们自己要定这样的窗帘，然后做这个窗帘盒的话，那你就要记得不要只问他窗帘盒的尺寸。所以呢，就这个现在就没有办法安装，就得换。这样子，那这个的责任呢，我们就不归咎在保监工的身上。不过呢，这个地上，当我走过来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件很过分的事情，就是它那个细细康没有打过去。Why？就是那个系统板材是第2次才进来做，它已经跳过了木地板进来做的时间点。对，所以那个我们要再去补同一个颜色的细康来给师傅来打。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见仁见智，有的人他不喜欢在系统柜下缘打细康，因为他会觉得可能细康就是很容易变色或者是沾东西。因为其实的确啊，有细康的状况的话，就是它会随着年份它会需要替换。通常要换细康的话，就要割掉一条重打。因为你看像这种板材接板材的缝隙，我们就不会特别打细康，除非有业主要求。可是地板上的这一条，我都会推荐要打，因为这是跟木地板衔接面，而且这里也是灰尘很容易进去的地方，所以你不打细康的话，它就很有可能会有很多灰尘进去那个里面。所以请你补充补打。没错。好。总之呢，现在呢，来到我们的倒数第2站是什么地方呢？录音室。自从在玄关呢，他在那边嘲笑我看到天花板上面的东西之后，我就会一直看。对天花板。对，然后我现在马上又看到了，想怎样？就是我觉得你这样子不可以耶，就是这样厌恶我没有办法接受。你看那个上面，虽然这都是一些油漆的小问题，是很容易修补的，可是这足以见到他们监工是多么不用心。对，就是在约我来验屋前还不把这些东西修补好。下次就邀请函上面要注明清楚。没错。你这里有没有先一些事情要跟我讲？因为这里已经有很多，就是我觉得算是比较严重收尾还没完成的事情了，所以我想说你要不要自己先说一下？好，那就这个。对，就是关于玻璃相关的东西的话，都还没有完成。他现在玻璃收尾还没有完成，可是因为人家屋主已经要赶快搬家了。其实就是像现在我们在做滑门这种东西 ，sliding door， 我们已经不会做上下轨道了，因为下面卡灰尘很麻烦嘛。通常我们就是在下缘的时候会有一个5金的元件，那它会困在下面，确保这个东西会在这个平面里面滑动。可是因为它下面这个5金元件现在还没装，所以它现在会是前后会晃动的。可是这小冰柱好漂亮哦，这不是小冰柱这是长虹这很漂亮。跟大家科普一下小知识，小冰柱跟长虹玻璃不是同一个东西哦。虽然它造型都是这样直条纹的，可是它们俩不是同一个东西。我自己到现在很深刻的有一个体验，就是要不就不要做小冰柱，要不然要做小冰柱的话就要做幽白的。因为呢，如果是普通的话，你们知道玻璃正常的轻玻它就是会有点透蓝色、绿色的那种感觉。当它有这样子的皱褶的时候，光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片玻璃很绿，就是不会有你想象中这种就像现在这样很白、很漂亮的感觉。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这就是一般极简风，然后配上白色墙面业主想要的质感。顺便跟大家说，长虹玻璃对狗很友善，因为那个就是我们总监在我们工作室的时候，我们做普通的玻璃啊，他常都会分不清楚，之前就会撞上去。可是长虹玻璃的话，就是他会很明确知道这前面有东西，然后跟他假如嘴巴湿湿啊、鼻子湿湿碰到这个玻璃的时候，不容易会有印子。一样，就是我们在做现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因为上面可能是会放比较小的东西，那我们可能会想要从观景窗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是我们会放玻璃，让你直接可以看到每一层上面2层是什么东西。这里现在暂时除了这个是没什么问题啦，因为我们总监他已经迫不及待跑去厕所，我们就去厕所看一下吧。然后再来，接下来就是呢。我真的没办法不说这件事就是这里在漏水了耶，这个是蛮严重的，这要处理。对啊，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得解决因为正常的状态下面的话，这种5金锁好的话，它不应该会从下面渗水出来。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看到水痕了，哇，很严重，很严重，可以耶。但是呢，你先借过。所有监工最怕问题就是漏水。没错，现在所有监工，因为我跟你说，如果那个地方有漏水，就是会有几个状态，老监工你说一下。有可能是接点没有接好，也有可能是设备有问题。对，总之就是可以把它重新再整理好就对了。对，之后会跟大家讲说，如果你遇到这样子漏水，假设你自己家要怎么处理。对。
那这边的话呢，还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设计的部分，因为呢，他们就是会有一些保养品嘛，跟就是因为毕竟他们有2个小孩，他们会有一些收纳需求，所以呢，像镜子这里，全部我们都是做像这样镜柜，然后这里面还可以充电，会有电动牙刷会在那个位置上面，这里一样是一个完整的收纳柜。那这个凹槽呢，一样就是有做，就是可以放瓶瓶罐罐的小柜位，然后跟这上面就是都是可以收纳一些香氛啊，或者是沐浴乳之类的。因为呢，现在我们做设计的概念就是，我们当然可以生出储藏室，我们就会帮业主做一个储藏室。那可是呢，我们的宗旨现在都会觉得最舒适的居家环境就是我们要把收纳的东西回到那个该个空间。如果在厕所里面它就可以收纳好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再占到外面所有的地方。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做这个特别做这个小凹槽的这个概念。怎样是不是很赞？拍手。高楠现在为了这个漏水很但我觉得不严重，可以。那你给你这个工地几分啊？这样下来应该是只剩下70分吧。你知道就好。因为呢，虽然这个工地还是有很多瑕疵被我挑到，但是呢，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像这种公领域跟私领域分开的。对，你看我现在从这边起跑，还走过一个那个界限的感觉。那进到这个私领域呢，我会觉得跳脱刚那个灰阶的感觉，这里就是一个很温馨、很舒服。而且你们看这个设计，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小朋友会是什么个性，跟姐妹之间感情会不会好不好。所以呢，他们如果感情不好的话，他们就可以有自己的空间，要不然感情好就一起睡一间。所以在这个2空间，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总而言之呢，就是你就可以有很弹性的使用空间。那你也不用担心你将来小孩大了之后，他会不喜欢你的这个空间。跟我觉得最后最棒的就是妈妈跟小孩子共同的空间，他可以边在这边弹钢琴，好，你跳舞。我跳舞。太那个。对，那总而言之呢，这一次的验屋就顺利的结束。那等一下因为还会有一些师傅来修补，我们就先结束喽，拜拜。不过呢，跟你们说，等一下有个小彩蛋，你们可以去看，因为关于这个工地呢，还有一个你们不知道的秘密，想知道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哦。Go！ 拜拜。Yeah.